海贼王里那些万中无一的稀有能力。在海贼王里，想要证明自己是骨骼清奇的天选之人，只是刻苦努力还不足以说明天赋的高贵。但身上如果有这么几种能力，那必然是起步就显得高贵了许多。首先就是霸王色霸气，虽然在新世界别说武装色烂大街，霸王色都快不值钱了，尤其是越到后面越是神仙打架，没有霸王色都不好意思在高端局里混了。但把视线扩大到整个海贼世界，拥有霸王色的人也就这么多。像卡普展示了大量黑色闪电，疑似有霸王色但还没确认的，算上的话满打满算也就19个人，不可谓不是人中龙凤的存在。期间也不乏有对霸王色稀有的描述，像是王者资质、100万里挑一之类的。只不过霸王色的基础作用比较单一，在高端局里现在确实不够看。这就不得不说到比霸王色更稀有的能力——霸王色缠绕了。对于霸缠，天生的王者资质还只是门槛，更难的是对于霸王色的运用程度，自然会更稀缺。关于霸缠的争议现在还不少，所以仅从画法上来看，当下也只有罗杰、白胡子、凯多、大妈、红发、路飞、大河、索隆展示过在武器或者拳头上附着黑闪拉丝效果。霸王色缠绕属于霸王色最上级的运用方法，直接把霸王色这种都快沦为鸡肋的稀有能力提升到版本真理的高度，而掌握霸缠的人自然也就是版本之子了。霸王色象征帝王之治，但这个趋势之下，后面公布有霸王色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很快就会突破20人。还有种能力比霸王色更稀有，那就是自然系恶魔果实能力。物以稀为贵，比霸王色更稀有，甚至都成了自然系高傲的一大资本。不过很长时间以来，自然系确实是公认的最强大的一类恶魔果实。目前已经确认13颗自然系恶魔果实，分别是烟雾、烧烧、沙沙、响雷、冰冻、暗暗、闪闪、岩浆、沼泽、瓦斯、雪雪、森森、梅梅。根据使用者个人实力虽然有强有弱，但起码听起来自然系就没有不强的，毕竟都是大自然的力量。而且有几个海军大将的模板在，主要看尾田想不想开发了。曾经比自然系更稀有的能力，动物系幻兽种。物以稀为贵，以前比自然系更稀有，甚至都成了幻兽种炫耀的一大资本。平时说恶魔果实不分高低贵贱，但动物系还真的分3、6、9等。扛揍是动物系的标配，但逼格和属性上，幻兽种确实给人的感觉是要强于普通种和古代种。目前主线里已经确认的幻兽种有鸟鸟果实不死鸟、人人果实大佛、拳拳果实九尾狐、蛇蛇果实八岐大蛇、鱼鱼果实青龙、人人果实大入道、拳拳果实大口真神、人人果实尼卡、麻麻果实天马。现在五老星的形态也公布了，分别是牛鬼、倚金真天、风息、马古和沙虫。看样子是清一色幻兽种。幻兽种的稀有程度，当时还作为乔巴帮路飞回忆马尔科的一大标签，现在一下子多了5颗、14颗，这就比自然系多了。不过目前还是一种很稀有的能力。比以上能力更稀有的是聆听万物之声的能力。罗杰和玉田都可以听到海王类的声音，也可以和相主虚空连线。路飞和桃之助也有可以和相主感应的能力。作为古代兵器之一的白星公主也有类似的能力。目前展示过相似能力的也就这5个人。聆听万物不单单是和动物对话或者见闻色，罗杰曾经通过聆听万物之声找到了黄金钟和历史正文的位置。这种能力稀有，和霸王色一样，也是一种天生的光环。比聆听万物还要稀有的是解读历史正文的能力，越到后面越能体现这种能力的稀有。掌握这种能力的人更是众多势力追逐的目标。原本能解读历史正文的人还不少，像是光月一族和奥哈拉的学者。不过长时间下来，解读方法已经在光月玉田死后失传了，奥哈拉也被毁灭，只有罗宾一个独苗。另外还有觉醒后的三眼族，不过布林作为混血，大妈也不能保证布林是否能觉醒出那种能力，所以黑胡子抓不到罗宾，只能抓布林了。比这些还要稀有的能力，拥有多种恶魔果实的能力，目前只有黑胡子能吃下双果实或者多种果实的体质。不管这跟暗暗果实有没有关系，黑胡子有着异于常人的身体。首先黑胡子不需要睡觉，马尔科也说过黑胡子的身体属于异形。路飞索隆在魔古镇说的话也让人毛骨悚然，可见黑胡子这种身体在海贼王里极其罕见。还有一种更牛逼的能力，预言世界的能力。通过顶级见闻色短暂预见未来，很多强者都能做到，但是预测世界，以前愚人岛会占卜的夏利夫人可以做到。她曾预见一个戴着草帽的人类毁灭了愚人岛，但当路飞拯救了愚人岛后，夏利夫人打碎了水晶球，决定不再占卜。那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个能够预言世界的人了，没错，就是乌索普。这一路上一直在见证乌索普的各种神奇预言，挨个成真，世界正在朝着乌索普指引的方向前行。要说真正的稀有，上面那些都太弱，乌索普才是海贼王里仅此一人的存在。草帽团成员一路上最受哪些人的喜爱？草帽团在冒险的途中遇到过很多人很多种族，往往会和他们结下深厚友谊。不过这些沿途的朋友们自然也有他们最喜欢或最崇拜的那位草帽团成员。乌索普和巨人族、小人族，在乌索普的冒险中永远少不了巨人元素。从最开始在小花园拜师部落基，并梦想去埃尔巴夫一趟，到后来在司法岛结识了2个巨人族守卫，一聊家常才知道没外人，东利和布洛基是他俩的老大哥，2个巨人守卫为乌索普马首是瞻。在德岛又让海尔丁崇拜至极，顺便挖了未来4皇巴基的墙角，
包括整个巨兵海贼团。阿尔巴夫必然是要去的，那里无疑就是乌索普的主场啊，毕竟乌索普在阿尔巴夫可是名副其实的关系户。然后小人族也是从头到尾亲眼见证了乌索普的封神之战，从此他们将乌索普视为救世主最崇高的神，以至于他们的旗舰也命名为乌索兰杜号。原来乌索普的8000部下是8000个巨人族和小人族，当初这个牛逼吹的，现在看来是真的牛逼。娜美和男人，娜美这一路上追求她的男人就没断过，从号称自己上船是为了娜美的山治，到恐怖3人帆船被阿布萨罗姆疯狂求婚，再到对娜美的产奶带又爱又恨的警卫们，从随身带着皱皱巴巴布满污渍的娜美悬赏令的花痴海军，到痴心妄想想让娜美来陪酒的永志，再到长大之后依然求抱抱却被一拳揍飞的可恶桃之助，等等等等吧。更是有狂热的少年自发成立娜美粉丝团，做了一个1比1比例的娜美手办，说娜美小气，恰恰相反，娜美太大方了，有福利他是真的给。路飞和女人，虽然路飞对儿女情长一向没有什么表示，但每次还真让路飞给弄拙成巧了还。路飞身边有一堆公主就不说了，莫名其妙的金蛋和橡胶体质让女儿岛的人对路飞充满了好奇，路飞保护朋友的特质让女帝对其有了好感，再加上霸王色爆发，性格直率的路飞对着女帝一顿卷，路飞只是单纯的想骂女帝而已。不过女帝感觉自己好像被这个男人给隔空壁咚了一样，再不服从就不礼貌了，从此女儿岛就是路飞的地盘了。这里的女人也不再遮遮掩掩，想要抓住路飞一顿把玩，甚至还被当成了收费才能体验的高贵宠物。山治和人妖，桃花运仅次于路飞的是山治，毕竟卡马巴卡王国号称第2个女儿岛，山治在这里实现了自己的幻想，因为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异性追求他，他喜提山治这样的称号和女装大佬的装扮。2年后他们还恋恋不舍地送别了山治，虽然山治最讨厌人妖，可人妖却最喜欢山治，山治也最和人妖有缘。早期对战小冯之外，2年后山治在愚人岛失血过多，危在旦夕，乔巴找来2个人妖给山治输血，山治也是和人妖有过血缘上的羁绊了。索隆和动物和驯兽大师路飞不太一样，索隆对降服动物做伙伴丝毫没有兴趣，但他总能和动物有一些迷之缘分。刚上空岛捡到了云狐，很难抓的指南鸟闻着饭香跟了索隆一路，只需一个眼神就能跟云狼默契干杯，包括他身边的乔巴。索隆在司法岛期间吐槽 CP9 是个动物园，其实索隆本身就有一种动物吸引力。乔巴和美女毛皮族，毛皮族对草帽一伙都很友好，乔巴虽然不是毛皮族，但起码物种上更有亲切感，所以这里的美女也都对乔巴很热情，比如上来就贴贴的美女驯鹿，温柔体贴的松鼠护士，妖艳妩媚的豹子医生，这里简直就是乔巴的愚人岛奥布鲁。布鲁克和狗类毛皮族，相比之下，布鲁克在佐屋就非常的不愉快了，虽然同样是出于热情，不过让狗类毛皮族馋的还是布鲁克的身子，狗类毛皮族对布鲁克的喜爱自然远超其他伙伴。弗兰奇和小孩子，能自由活动、会变形、会说话的弗兰奇，在小孩眼里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玩具，在庞克哈萨德的孩子们中就可见一斑，很快就和他们拉近了关系。在草帽团里，弗兰奇自然是小孩子里面最受欢迎的存在。罗宾和各方势力以及可恶的小人族，世界政府是一直没有放弃对罗宾的追捕，但是半路被革命军给截胡了，人家不仅是近水楼台，还好吃好喝的招待。除此之外，凡是对成为海贼王有需求的大佬们，都会多多少少寄予能读懂历史正文的罗宾。作为第一个潜入小人族部落的草帽团成员，小人族也是非常亲近罗宾的，但是就是那种亲近，可以说是和桃之助一样的可恶。盛平和愚人族，盛平作为愚人岛的老大哥，为了自己的故乡，他付出了很多，这里的人自然很喜欢尊敬盛平。在给路飞输血的时候，不仅没有一人敢指指点点，还化解了一些愚人和人类的矛盾。愚人岛篇之后，盛平从陆地买回很多路飞同款的草帽，带给了愚人岛的孩子们，大家都很喜欢。当时盛平凭借威望成了愚人岛最强路飞代言人。总之，草帽一伙很有意思，每个人都自带一些吸引力，能够吸引过来喜欢他们的人，可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他们每个人独特的魅力吧。海贼王中的我吐槽我自己，在草帽团这么一个欢乐团队中，他们总是对自己的沙雕之处充满迷之自信，从而也少不了不小心就我吐槽我自己的操作。首先，路飞从来不认为自己很能花钱，在用1亿贝利开宴会之前，空岛那会儿一伙人捉襟见肘的时候，路飞说要严肃的批评伙伴们了，多少要考虑一下怎么花钱吧。这句话也迎来了山治的真相，因为全是你的伙食费啊。路飞这才恍然大悟。后来路飞和罗基德第一次联手战斗的时候，看到2人的能力，路飞饶有兴趣的说道，你们的能力还真是奇怪呀。路飞自己奇怪的招式还少吗？可他似乎并不这么认为，所以基德提醒道，你的能力才最奇怪好吧。路飞不认为自己是个莽夫，至少在鬼岛是这样的，好像是拿错了剧本的路飞屡次提醒基德不要破坏警卫们的作战计划，主动去拦住莽夫基德。这些话居然某一天在路飞这里说出来，简直不可思议。不过好在虚惊一场，进入会场后，很快路飞先猛为敬，对，这才是熟悉的路飞嘛。然后是索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路痴，以至于常常迷路绕回起点，却以为只是个相似的地方而已。
像是空岛时期索隆的迷惑操作，他打算一个人去森林里打探消息，让其他人留守据点，并说常言道，迷了路就应该老实待在原地。这句话让娜美有了一种倒打一耙的感觉，该待在原地的人是你才对吧？果不其然，后来索隆在身边有指南鸟的情况下绕回了起点。当然，每次索隆落单后，常常会为走散了的伙伴们感到头疼。可是其他人明明都在一起，只有索隆方位不明，到底是谁走散了？索隆最经典的一句自嘲，无疑就是溜达到天龙人的专行道上，一句怎么你要问路吗？震惊天龙人。表面上是自嘲，实际上索隆可能真不清楚自己的方向感全部用来唤起名字的天赋去了。接着是弗兰奇，作为变态，他可没少吐槽别人是变态。虽然夸弗兰奇是变态会让他欣喜若狂，但他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特别的奇怪，反而当初在和草帽团并肩作战的时候，还觉得路飞他们是一群怪人。然后在娜美撕破卡利法衣服的时候，弗兰奇评价娜美有够变态。后来遇到塞尼尔，看到他穿着 baby 装，弗兰奇脱口而出，这个变态到底在搞什么鬼？这让旁边的手下尤为震惊。最变态的是什么？一个变态居然在说另一个变态是个变态。还有布鲁克，自己吐槽自己可是布鲁克的拿手好戏，除了他那个自嘲式的我没有眼睛没有肉的骷髅冷笑话。第一，布鲁克害怕僵尸，嫌人家长得忒吓人，秒了僵尸后一边吐槽好可怕，一边撒腿逃跑，僵尸也是无奈了，我靠，我们还没说你长得更吓人好吧。第二，布鲁克害怕鬼魂，布鲁克作为在恐怖地带混了几十年的老鬼，后来甚至在和之国自己扮鬼，吓得一群人嗷嗷叫唤。然而在恐怖三人帆船的时候，布鲁克却觉得佩罗娜的幽灵太可怕。第三，布鲁克害怕骷髅，要说这东西谁怕布鲁克都不能怕吧。然而当时布鲁克睡迷糊了，看到骷髅玩偶后自己却被吓尿了，大呼有妖怪。看来布鲁克虽然时常忘记自己长啥样，但对自己的定位还是非常准确的。还有罗，作为草帽团的盟友，罗的客观吐槽往往是一针见血，然而口嫌体正直的罗吐槽过的事情最后往往变成了吐槽自己。比如路飞把新鲜的食物送给简陋镇的人们，罗在那吐槽海贼居然干好事儿，我都要吐了。这么说罗干过的好事儿还少吗？给冰火岛的孩子们治病，德岛和之国能脱离黑暗统治，不管是不是罗的原意，反正罗是乐在其中的，功劳也功不可没。好一个自己吐槽自己。然后就是说路飞基德俩傻子肯定会正面嘛，结果到了鬼岛，傻子从2个变成了3个，罗最后也变成了当初他嘴里吐槽的那类人，关键是他还乐在其中。所以这一伙爱互相吐槽的人，可能有时候会忘记自己就是自己口中的那个沙雕，莫名其妙就变成了自我吐槽。但是这也是这群人的可爱之处吧。四皇也喜欢挖墙脚，之前大妈被绑进凯多的鬼岛，吃饱喝足了，开口就要招揽3灾之首的晋，着实把晋给吓了一跳。之前大妈和晋是有点过节，就大妈刚来和之国的时候，晋神兵天降，从瀑布上一脚把大妈的船给蹬下去了，大妈呢脚下一滑还掉进了海里，晋可是大妈失忆的罪魁祸首。没想到大妈一扫之前的易燃易怒易爆炸，动不动就变拍大星的脾气，不计前嫌邀请加入。晋这一脚不仅踢翻了船，还踢中了大妈的心。跟可爱多的超新星收藏家不一样，大妈是个狂热的种族收藏家，主要是看上了晋的种族血统，是实现万国大计的重要一步。大妈真情流露，眼看就差一句我要和你生孩子，好在被晋果断拒绝了。早在2年前，身为4皇的红发到白胡子船上做思想工作，面子王红发从头到尾都没有给白胡子面子，但在一番队队长马尔科面前却笑了笑，给个面子上我的船。小马哥这是名声在外，连红发都想要他。当然马尔科没有给红发面子，果断拒绝。看出来了，大妈和红发这俩4皇的骚操作是致力于用0成本挖到别人的头牌干部，还是别人家黄团的头牌干部。相比于这个，黑胡子就更牛批了，基本上是只要是能打实力强来者不拒，别管是辞职的有案底的稀里糊涂过来的一概收下。再推进城，黑胡子这何止是挖了世界政府的墙角，这是恨不得把墙都给推翻，让所有能打的都出来跟着自己干事业，连辞职的大将轻质不清不楚的来跟自己合作，就这黑胡子都敢收。还有钓鱼执法把莫利亚给引过来，强迫他加入。新老4皇里面就白胡子比较特殊，当年光月玉田挤破头皮想上白胡子的船，白胡子一开始并不同意，两人还大打出手，但是扛不住玉田的软磨硬泡，最终还是上了船。万万没想到罗杰来一趟白嫖走了光月玉田，红发来一趟又想白拿马尔科，就连溜之大吉的黑胡子还企图拉拢艾斯。好家伙呀，这是不挑别人了，逮住白胡子一人坑啊。海贼王戈尔蒂罗杰，有的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依旧活着。海贼王罗杰的身影要么出现在20多年前再往前的时间轴上，要么出现在片头曲里，甚至是出现在香波地的群众演员中。
但他留下的意志和那顶草帽却一直活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罗杰临死前，刑场上的一问一答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它可以让无数人奔向广阔的大海，趋之若鹜，也可以让一个小孩燃起心中的正义之火。海贼王罗杰顺从自己的意愿，笑着死在了处刑台上。时间拨回到50多年前，一把火烧了别人家，但自己的船丢了的罗杰，遇到了偷了别人的船，但自己的家被别人烧了的雷利。雷利就看着眼前街溜子模样的人，越看越像传销头子。虽然再三拒绝罗杰的出海请求，但他还是低估了罗杰头上缠绕的那股白嫖色霸气。这是命中注定啊，雷利。之后，罗杰创业二人组就此结成，两人一同组建了罗杰海贼团，渐渐有了自己的伙伴，凭借出众的实力，在大海上声名鹊起。征战10多年，早已成为一方霸主。38岁的罗杰和他的伙伴们到达了记录指针上最终地点水仙星岛，但是在这里，罗杰发现这并不是世界尽头，而记录指针也失灵了。难道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罗杰非常苦闷，种种迹象表明，在不为世人知道的地方还有一座岛屿。无功而返的罗杰怎能就这样放弃？因此，罗杰开始了他的第2次航海。靠着多年积攒下的人脉和经验，他们立志要找到关于那座神秘之岛的蛛丝马迹。但不久之后，他们就遇到了一件大事：由洛克斯带领的洛克斯海贼团突袭神之峡谷的天龙人。于是，途经此地的罗杰联手路飞的爷爷卡普，击败了洛克斯海贼团。事后，卡普成了海军英雄，而罗杰也成了新的海上霸主。战后的罗杰也并非没有了敌人，身后有海军英雄卡普多次将他逼入绝境，大海上也逐渐群雄并起。当年洛克斯手底下的那些人，一个个都成了真正的大佬。因此，在海贼势力中，白胡子、金狮子、黑鼻毛并称为3大传奇海贼。在群雄逐鹿的时期，罗杰也知晓了如何到达最后之岛的办法，那就是集齐4块红色路标历史正文，这个是指引到世界尽头的财富密码。但是找到能读懂它的人，可以说是比找到这几块石头要难得多。而此时有个更坏的消息，就是罗杰患上了绝症，留给他的时间已然不多。此后呢，罗杰他们在双子甲找到了库洛卡斯，恳求库洛卡斯上船为他治理疾患。面对罗杰恐怖如斯的白嫖色霸气，库洛卡斯同意了。4年，这是库洛卡斯给罗杰诊断出的最后期限，罗杰不得不加快脚步。但是这个时候更大的阻碍来了，放学后的金狮子来校门口堵罗杰，提出要和罗杰联手统治世界，并以压倒性的船队数量包围了罗杰。双方爆发了世纪之战——艾特沃尔海战。倒霉的金狮子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打得人仰马翻，船队损失殆尽，自己也获得了永久的限定款头饰。罗杰是摆脱了绝境，但是如何破解历史正文依旧是个棘手的问题。但他从报纸上得知了一个叫光月玉田的家伙加入了白胡子海贼团，神秘的身世和超群的实力让罗杰对此人有了兴趣。在一座岛屿上，白胡子他们和黑鼻毛他们打了一场遭遇战，双方激战3天3夜，最后从群架打成了宴会。当罗杰说起历史正文的事后，光月玉田居然可以看懂那些文字，这可让罗杰兴奋不已啊！不惜下跪磕头，请求白胡子把玉田借给自己1年。白胡子岂能容忍别人夺走自己的船员？可虽不情愿，玉田却对罗杰和他的计划饶有兴趣。就这样，罗杰成功白嫖到自己计划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在玉田得知罗杰还剩下1年期限后，罗杰这一伙人一路顺风顺水，先后从渔人岛、和之国、佐乌和大妈那里拓印齐全了4块航路历史正文。但是在前往最终之岛前，船上的实习生巴基高烧不退。为了不耽搁宝贵的时间，好兄弟香克斯决定留下来照看巴基。巴基大神这是得了一种不能登岛的病啊！乌索普大神直呼这个我可太熟了。不久之后，罗杰一伙人终于到达了最后之岛，得知了这个世界的秘密，货真价实的大宝藏就在眼前。但是罗杰他们却笑了，笑的眼泪都出来了。罗杰不禁感叹：乔伊波伊，我如果能和你生在同一个时代，那该有多好！居然留下了如此惊人的宝藏，真是天大的笑话呀！此地被命名为拉夫德鲁，有笑谈之意。而罗杰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海贼王。在那之后，罗杰海贼团宣布解散。身为船长的罗杰按照规则第一个下了船，身后的伙伴们则是泪流满面。在最后的时间里，罗杰与波特卡斯蒂路九结婚。罗杰自首后，在狱中将即将出生的孩子托付给曾经并肩作战过的卡普。在那座高台之上，一个时代的落幕，一个时代的开始。人的梦想是不会终结的，多年之后终会有人带着他的意志再次到达世界的尽头，站上世界之巅。草帽一伙的悬赏令照片都是在哪儿被拍的？首先是路飞的悬赏令，从3000万到4亿都是用的同一版照片。这个照片上有乌索普的后脑勺和一处废墟，剧情中给出了答案，是在阿龙乐园所拍。路飞打败阿龙后又揍了一顿老鼠上校，老鼠气急败坏，让手下拍了张照片传给总部，立刻通缉。老鼠当时还觉得情急之下把路飞拍的根本不像个海贼，由此有了路飞的首次悬赏令3000万。德雷斯罗萨武艺路飞更换了照片，从轻薄的红衣来看，可以排除在德岛和冰火岛后半段所拍，那会儿是向日葵上衣和厚外套，
照片背景虽然没有明确参照物，但绿色背景也可以排除是冰火岛前半段所拍，最有可能是香波地群岛和渔人岛海之森两个地方。此时照片上还有一个线索，就是背景中有滚滚烟尘出现，可能是当时有炮火所致。对比后来的15亿悬赏令，这个不是纸张问题，那真相就直指2年重聚时的战斗期间了。路飞的绿色背景正是香波地的巨树，烟尘弥漫下颜色也会比较暗淡，更接近，所以这一版路飞的照片由战逃丸部队拍摄于2年重聚时的香波地群岛。路飞最新版30亿贝利的悬赏令照片是路飞果实觉醒后捂脸笑的照片，拍摄地就是鬼岛了。草帽团其他人的最新悬赏令暂时还没有出来，等海贼王恢复连载会一并公布。然后是索隆，阿拉巴斯坦之后首次悬赏6000万，索隆头上挂彩，周围也有炮火，符合这个环境的在那之前也就阿拉巴斯坦了。重要的是乌索普大神又出现在了伙伴的悬赏令上，这次是一个鼻子和模仿老沙的钩子手，答案也很明显了，就是乌索普在索隆面前模仿老沙揣摩对方心理的时候，索隆被拍到了。2年后3.2亿版本的照片是头上绑着头巾，可以锁定2个地方，渔人岛清理杂兵和德岛虐皮卡。打皮卡的时候，索隆几乎都是空中作战，一气呵成的，没空摆 pose， 而脸上也不太干净，不符合照片形象。而在渔人岛游刃有余的虐菜跟山治比赛，摆出帅气造型的时机多的是，所以这张照片应该也拍摄于此。然后是山治，第一版是个画的，还闹了个乌龙，让莫名其妙接了锅的迪巴鲁天天被海军追。得岛之后，山治终于换照片了，只能说比以前强。这个照片想必大家也有印象，就是山治在渔人岛往人鱼姐姐堆里跳的时候被抓拍的一张。然后是乌索普，前2次出悬赏，乌索普虽然没有单独的悬赏令，但大神一次蹭到了路飞的，一次蹭到了索隆的，第3次全员悬赏，终于勉强算是有了自己的悬赏令吧。狙击王，根据面具的损毁情况，这已经是遇到加布拉之后了，而且后面天空面积很大，应该是比较空旷的地方，除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室内，那只有一个时机，就是在司法塔上给弗兰奇送钥匙的时候。当时乌索普那么招摇过市，开局还把政府旗帜给射烂了，不拉仇恨才怪。第2版是德岛后告的乌索普，这就很明显了，在德岛竞技场下面，海尔丁高举告的乌索普，摄影师就藏在下面膜拜大神的人堆里。然后是娜美，娜美的2张都很好找，第1版有弗兰奇家族的人拿着烤串，旁边有喷泉、泳衣款式等线索，当时在水之都最后开宴会的时候被人给骗拍写真了。第2版他身后有渔人岛随处可见的珊瑚，绿色的吊带颜色和当时吻合，所以娜美在渔人岛又让人给骗拍了。然后是乔巴，乔巴的第1版悬赏令有3个线索，围栏、下雪天、棉花糖。乔巴在长链岛才第1次吃到棉花糖，但当时不符合有围栏和有雪2个条件。他这个照片只能缩载至司法岛篇，最有可能是送别梅利号之后那段时间，当时冰山他们的船在后面准备接草帽团回去，所以乔巴应该是在送别梅利号后登上冰山的船，被人用棉花糖安抚了情绪，符合有围栏、雪、棉花糖3个条件。而且乔巴当时全程没有背书包，形象上也比较一致。接着被某个特务抓拍，爱吃棉花糖的托尼乔巴，宠物50倍利。乔巴的第2版暴涨到100倍利，照片又有棉花糖，还有一个重要线索，他的穿着，所以可以排除德岛时期的迷彩衣服。在冰火岛时期，乔巴弗兰奇有过一段时间的身体互换，弗兰奇恰好最讨厌吃甜食，而且这个地方也不太可能有棉花糖这种东西，所以可以排除冰火岛。渔人岛和香波地更倾向于在香波地拍的吧，因为当时符合穿着、背着书包和有棉花糖3个条件。然后是罗宾，第1版悬赏令是在他8岁时流离失所时期，除了知道在船上，具体地点就无从查起了。第2版比较明显，罗宾当时在放技能，有阶梯，有海军，就在司法岛最后的突围阶段，掩护路飞凯旋时被人所拍。第3版罗宾身后有花瓣，依然是在放技能，发型和头饰上可以排除是德岛。香波地重聚时，罗宾没有参与岛内的战斗，冰火岛时期，在罗宾使用技能的时候，额头上并没有挂着墨镜，所以符合条件的只有在渔人岛战斗的时候所拍。然后是弗兰奇，第1版有大炮和战火的背景，脸上有战损，并且引起了海军的足够重视，那只有在司法岛的突围阶段所拍。第2版是他的弗兰奇将军，背景上有珊瑚和断崖，那就是在渔人岛展示2年修炼成果时，在渔人岛广场被拍的。然后是布鲁克，第1版当时布鲁克还是个人，后面有战火，像是在战斗，而且惊动了海军，是在伦巴海贼团时期所拍。后来，拍照侠们倒是也省事儿了，扯了一张布鲁克演唱会的海报，直接改成了悬赏令，还挺有设计感。最后是慎平，最新悬赏金 4.38 亿，只是悬赏令的真容还没出来。第1版的是在很多年前拍摄的，在太阳团早期，这个剧情里也有，首次悬赏7600万，再后来 2.5 亿被招安为七武海。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另外，悬赏令照片这种本来是可以随便画画的东西，仔细看几眼，居然都可以看出具体是在哪儿拍的，
不得不说，尾田是真的处处用心了。海贼王里的三色霸气，在三色霸气中，武装色和见闻色都是可以通过后天对其修炼，从而觉醒或增强。唯独这个霸王色是无法凭后天的努力习得的，必须是天生自带王者 buff 的人才可以觉醒，属于老天爷赏饭吃。即便有霸王色资质的人，也是无法单独锻炼霸王色的，但会随自身气魄和实力水涨船高，不断增强。目前已知的霸王色拥有者有路飞、基德、艾斯、女帝、香克斯、明哥、卡二、罗杰、雷利、白胡子、凯多、大妈、战国、青椒、光月玉田、巴雷特。当然这肯定不是全部，还有一些没有确定或者没有显山露水的，而且有些人的实力很强，但未必就有霸王色。这种东西不仅需要天生的资质，还需要一种契机。比如明哥小时候被吊起来打，8岁就觉醒了霸王色，艾斯10岁为了救路飞原地觉醒霸王色。霸王色算得上是轻兵神技，一瞪眼就能震晕身边大范围甚至远距离的普通人。不过但凡有些实力的人，虽然会惧怕这种气势，但也不至于被震晕过去。所以霸王色最关键的意义就在于本身的高逼格，它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说明此人日后有冲上最强王者段甚至世界最强的潜质。另外打擂台赛之前还有吹胡子瞪眼挑衅一下的传统，同理有霸王色的两人就可以打架前先霸气互怼一波，不仅是宣示主权，展示实力，提升士气，以表决心，还是巅峰赛对决即将开始的预兆。其他人最好靠边搬个小马扎认真看。见闻色相对是比较普遍的霸气，可以预判对手的下一步骚操作，然后打出更骚的操作。有些实力的人多多少少都会，但是精通程度那可以说是天差地别，而且发展路线和种类也多样化。强如卡二可以短暂预见未来，仅凭蛇皮走位在他面前几乎没用。远如乌索普，超远距离感受气息，仅需一炮便可力挽狂澜。广如艾尼路，用果实能力搭建起一套覆盖空岛的新网，这玩意儿比到处安监控还到位。快如山治，见闻色配合反应速度，山治可以预判到卡二预判到山治的预判，躲开卡二弹来的糖豆。武装色在霸气设定还不完善时，自然系能力者因为可以自身元素化，非常灵活，除了海楼石那是相当难抓，只能用往老沙头上泼水泼尿那种歪门邪道，但是这种只能针对老沙来用。霸气体系成熟后，武装色可以直接打到自然系的实体，后来又增加了武装色硬化，当然也是看个人操作的。白胡子附着霸气捅了青雉一刀没事儿，因为青雉用见闻色把中刀处提前元素化了，紧接着乔兹窜出来怼了青雉一下，这就吐血了。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团队配合比个人操作更重要。武装色可以说是最烂大街的霸气，连新世界的很多海军都是有手就行，伸手就来。但是想要玩好武装色，那肯定不是有手就行。武装色硬化，它不仅可以附着到全身各个部位，也可以附在刀枪棍棒上。索隆单挑皮卡，3刀流武装色打全身武装色，索隆完胜，这就是武装色的差距。在和之国，武装色霸气叫做流鹰，流鹰更妙的地方在于可以充分利用流动的霸气，不需要接触敌人，对物体和敌人进行内部破坏，使用更加灵活，这也是分强弱的。当年光月玉田就可以用顶级流鹰破掉凯多刀枪不入的龙鳞甲，直接把凯多内外打出了无法磨灭的伤痕。海贼王里那些多少有点不靠谱的技能，我有铁块我无敌，海军六式里的铁块不只是一种体术，现在看来还是一种信念。所以在司法岛中就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迷惑操作，明明可以闪开，却偏要开出铁块硬扛伤害。要说这铁块能减少伤害，也没看出来比别人伤得轻。明哥连接4档，没过多久就跟贺中将有说有笑，牙都没掉。陆琪用铁块接2档，被路飞突突的差点没爬起来。要不说是 CP9 人均贵于铁块，陆琪是接完3档接2档，严格坚守了 PK 可以输，铁块必须开的信念。有的海军对于铁块的信仰程度已经走火入魔了，见谁都开铁块，在黑腕泽法面前秀铁块，属实牛批。这老哥的体术没准都是当年泽法教给他的。还是这个海军，2年前路飞的橡胶子弹都能把他的铁块给破防。事实证明，对于有些人来说，铁块的防御力还不如一平底锅。还有黄猿的8尺琼勾玉，黄 Sir 近2年又多了个称号，叫残局表演家，就是一到收拾残局时，老黄就带着他的8尺琼勾玉登场。除了顶上战争那比中彩票还难中的大招，在剧场版高高跃起，准备开始燃烧经费，眼看就要把超新星们团灭了，然后被萨博一记火拳给打断了。听到屠魔令取消后，准时打卡下班，绝不放第2次技能。这要搁赤犬，石头牛也拉不回来呀。主要是黄 Sir 收拾泽法的残局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操作呀。所以老黄的描边神器靠不靠谱，取决于工资到没到位，或者对面是什么人。还有藤虎那招泰山陨石坠，当然这招在藤虎嘴里没名没姓的，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拉下来一颗陨石，而且是无差别中奖。
就是童虎自己都不知道除了砸敌人还会砸到谁，跟童虎好赌的爱好一样，一切自有定数。这时候童虎大叔想要赌一局，那就先摇一把骰子，135点会砸到海军比较多，246点会砸到海贼比较多，反正就是一声不吭，一言不合就开打，这谁受得了？就因为这事儿，当时还有士兵跟童虎诉苦，屠魔令无非就是摇人过来，无差别毁灭一座岛。童虎大叔堪称是自带陨石版屠魔令的男人，当时在格林比特也是吓得明哥和罗两条腿多少有点不听使唤的抖。明哥和罗也搞不懂童虎这到底要砸谁，仔细一看，闹了半天，童虎急了，连自己都砸。六式其二，月步和 T。在海贼世界里，除了恶魔果实能力，体术也尤为重要。一个能把体术和霸气修炼到巅峰的人，例如卡普，不吃果实依然可以成为毋庸置疑的战力天花板。而六式体术中包括月步、T、蓝角、指枪、指挥和铁块6个基础招式，或者说是种类。因为从六式上延展、进化、融合出来的招式远远不止6个，根据自身修炼心得，也可以创造独特的六式，可以说是灵活多变的综合格斗体系。六式中的月步和 T 2个主移动和移速的招式，是其六式的灵魂所在。其中月步又称空中步行，区别于左脚踩右脚上天的技能，类似于武当踢云纵，利用强劲的脚力踩踏空气，获得爬升、飞行和制空能力。因为一次不能在空中停留太久，需要连续踩踏，就有了空中步行的效果。当布鲁诺在草帽一伙面前施展月步时，当时还是很新奇的技能，让草帽一伙很懵逼。月步也能追击、摆脱或无死角的向敌人发动攻击。CP9 除了斯潘达姆，全员都会月步。2年修炼，山治被迫营业，在线学会月步。在渔人岛展示了类似升降机的玩法，并在空中发动 TG 的修炼成果，还学会了月步的延展版本海行步。在海里可以拥有媲美渔人的速度，对于无果实的人来说是很实用。而卡利法的月步荆棘之路是利用月步跟敌人拉开距离，从空中用荆棘鞭造成范围性杀伤。六式之一的 T 在一瞬间利用爆发力连续踩踏地面数十次，继而高速移动，速度快的可以做到短暂的瞬间消失。六式高手陆奇利用月步和 T 开发出融合技 T 刀，速度和 T 一样，但更灵活，可以在空中和地面高速移动，闪展腾挪，并躲开2档路飞的攻击。T 铁块玉和超级旋转铁块玉，因无猫头鹰的 T 和铁块的融合技，利用高速旋转移动撞击，可以轻松撞穿一堵墙不止，也可以把人卷进去，带着人撞天撞地撞空气。但是被锁天锁地锁空气的人马形态弗兰奇给锁住了。T 作为六式基本功，也分3、6、9等，像当时 CP9 新人内罗说是 T， 但速度并不快，如果不配合利用更灵活的技能，会很容易被人轻易抓住把柄。先是被弗兰奇击败，丢了 CP9 的脸，在企图用 T 逃过陆奇的追杀时，被陆奇一招秒了。T 这个技能不光是海军，海贼里也有很多人会用。在进入和之国的时候，娜美居然用出了 T， 扑上来就给了不听话的路飞一拳。所以说在草帽团里，娜美的体术和霸花剑、玉田和鹰眼。由于红发断臂后，鹰眼不再跟红发切磋，每次登场也不会展示真正实力，又挂着世界第一大剑豪的头衔，鹰眼的实力反而越来越遭受质疑。身为世界第一，那就免不了要对比。一方面是对比2刀流剑豪光月玉田的原因，主要是顶上战争鹰眼和比斯塔的短暂对决。首先，花剑比斯塔的实力也很强，30年前就用着2把西洋刀，跟随白胡子南征北战，能和鹰眼多个回合交手不落下风的实力还是有的。鹰眼当时第一时间就认出了比斯塔，说明比斯塔在剑术的高手榜单里是能排上号的，而比斯塔则表示能跟世界最强剑豪切磋，这是剑士的本能，也感到荣幸。这明显比斯塔话里更多的是崇敬，而鹰眼是欣赏。但是在花剑生命卡上有这么一句，其剑术和鹰眼不相上下。如果要这么说的话，但凡是个剑术高手都能和鹰眼不相上下，红发的面子没了，世界最强剑豪的面子也没了。不过再看和鹰眼实力不相上下的下一句，在这场战斗中双方的刀都没有砍中对方，要是只是因为2人打了一阵太极，未分胜负就断定实力相当，这就有点草率了。相比于比斯塔来阻挡鹰眼，当时鹰眼显然是没把心思放在和花剑 PK 上，象征性的比划了几下。鹰眼当年是为了追克里克，从伟大航路到东海，砍了他50艘船也得跟过来，而这一次他只是为了去追路飞。为了保护路飞，先后慎平、比斯塔、达兹波尼斯轮番上去拦，路飞还用出了巴基替罪羊，最后老沙过来才把鹰眼给拦下。后来红发来了，鹰眼算是给个面子就撤了。除了慎平被秒那一段是加戏，但也没人真正能控制住鹰眼。全场从头打到尾，黄猿的衣服微脏，鹰眼的衣服也只是微脏。要说玉田和鹰眼的实力，出海前的玉田跟白胡子干了一架，后来被罗杰一招神臂击飞，
只能说玉田那时候的实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虽然特效很唬人，但和罗杰、白胡子这样的强者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回到和之国后，才是他一生的巅峰时期，但那个时候的实力和武器依旧没有达到他的上限。如果玉田还活着，但是也没有如果。对比鹰眼现在的实力和刚出海时的玉田，显然鹰眼会强很多。设定上的东西，这么多年以来，鹰眼是唯一一个剑术方面有第一头衔的人，鹰眼的实力也是公认的。那孤傲的性格，老凡尔赛了，随身挂着小刀虐菜，不遇到真正与之匹敌的对手，他也不会展露真正的实力。6个黄团各自的王牌干部，每个黄团团长都有自己的几个最能打的塔尖干部，一般起步都是1黄3将的牌面。大妈的牌面那就是将星了。说起将星，真的是一言难尽，整个将星组的脸面全靠卡尔一个人在支撑。前后4个将星按赏金从低到高，斯纳格开局被超新星给虐掉线了，被踢出群聊。克利亚开局5分钟在自家门口被打回自家门口。斯穆吉全场梦游，万国篇划水，这一次跟大妈来和之国了，本以为要展示才艺了，没想到目前来看，这不就是换个地方划水吗？只有卡尔在撑着将星的面子，现在在乖乖守家，当然他也是大妈手下最靠谱的牌面。白胡子海贼团16个队长们都很能打，其中不死鸟马尔科、火拳艾斯、钻石乔兹、花剑比斯塔这4个的实力都展示的比较清晰，实力在队长里也属于第一梯队。在和之国，马尔科不负众望，和晋、奎因俩黄团精英交手，以1敌2，不仅有来有回，还一度占据了明显优势。虽然无法支撑太久，但不得不说，小马哥这波真的太帅了。2番队队长艾斯，对于年纪轻轻的艾斯来说，当时艾斯的实力已经非常不错了，如果他能活着，前途必定不可估量。3队队长乔兹是撞谁谁难受，不流点血就是不给面子了。老沙和青雉这俩人都被怼懵逼过。5队队长花剑和鹰眼能打得有来有回。其实白团这个精英组挺强，有回血消耗的，有打范围伤害的，有主防御和突进的，有剑技精湛的，还挺全面。但现在只是一个残团，白团的命运是令人惋惜。凯多的王牌干部手下的3灾，炎灾晋、异灾奎因、旱灾杰克，不管目前3灾所展示的实力有没有达到预期，但他3个在胆识方面一个个都是艺高人胆大。晋一脚踢翻大妈的船，导致大妈落水失忆，奎因在大妈面前护食，又意外唤醒了大妈的记忆，这哥俩配合的是真不错。杰克更是废话不用多说了，一句话把船靠过去就行了。但这哥仨都有动物系果实一大特点，扛揍，都觉醒了那就更扛揍。红发这边他手上有几个很能打的真不好说，毕竟实力最均衡的海贼团也是过于神秘。不过不知从何而起，光头男背上那只猴的人气居然比贝克曼、耶稣布甚至红发都高，这是什么鬼情况？好家伙，不知不觉这猴都快成战力天花板了。黑胡子这边并不是完全按实力划分的位次，前3号船船长分别是格斗冠军巴吉斯、宇之溪流和音乐范奥卡。巴吉斯被萨博给虐过，但看得出来不仅彪，而且特别肉。宇之溪流坊间传闻实力和麦哲伦不分伯仲。范奥卡他在加亚岛展示过一次枪法，挂着倍镜在常人视力无法企及的距离上连着打下来3只海鸥，让乌索普暗暗佩服。后来还敢和耶稣布对枪，这哥们儿的视力、装备、枪械和意识都是顶级。那黑团其他人还没有明确展示过实力，但黑胡子他们能击败马尔科率领的白残团，可见从赏金来看，他们目前是被低估的。草帽团其实每个人单独拿出来都能打，2年前3大主力，2年后其实大家各自都有很强的单兵作战能力，而且没有像有些黄团明确划分干部等级、划分王牌干部的意思。慎平加入后，整体实力继续增强，但从站位上可以看出谁是第一梯队：1黄路飞、3将索隆、山治、慎平、海陆空3D立体环绕沉浸式作战的阵容配置，并且伙伴们随意组合也能怼得大妈怀疑人生，所以草帽团这个阵容配置还是很灵活的。乌索普神奇的鼻子，乌索普的那根骨折过好几次的长鼻子虽然很有辨识度，但是同样有长鼻子的人不止乌索普一个，所以也引发了一些误会。最著名的就是一伙人刚刚到水之都的时候，卡库的一根长鼻子竟是晃懵了5个人。娜美的好奇点在于卡库的长鼻子居然是方形的，卡库不仅是鼻子像乌索普，眼睛也有几分相似，乌索普也看懵逼了。路飞脸盲肯定中招，山治当时有点迷糊，索隆在打瞌睡，因此也都接连误认为过是乌索普本人。而且这已经不是乌索普第一次被误会了，当时乌索普刚刚到可可西亚村的时候，就被一个要找鱼人报仇的小孩使了绊子，还要杀了乌索普。没错，乌索普竟然被误认为是鱼人，毕竟当时鱼人阿龙是那里的恶霸，遭受万民内心的唾弃是肯定的。碰巧阿龙的鼻子也是长鼻子，就这样
乌索普刚上岸就莫名其妙拉满了仇恨。还好诺奇高比较理智，说乌索普长得虽像阿龙，但看得出来是个人，还不忘加了句勉强算是。虽然长鼻子给乌索普带来了一些误会，但也是赋予了他神的象征。在冰火岛，警卫们称呼乌索普为大妖怪天狗殿下，在德雷斯罗萨，看十郎也把乌索普称呼为尊敬的天狗大人。日本神话中的大天狗就是有着长鼻子的神，也就是天狗山飞彻戴的那个面具的形象。天狗尤其受和之国人的敬畏，乌索普没有辜负这个称谓，在德岛2次下晕砂糖，如天神下凡，1次封神，1次拯救世界。乌索普的表情包给砂糖造成了终身心理阴影，以至于砂糖从此讨厌所有长条状的东西。巴托洛米奥也正是靠着长鼻子认出了当年司法岛一炮烧掉世界政府旗帜的大神，被巴托一阵膜拜。当后来在和之国天狗山飞彻登场的时候，路飞又瞬间以为是乌索普进来了。总之，乌索普是一个可以和巴基平起平坐的存在，就人在家中坐，神为天上来的 buff。 不光是乌索普本人，他的鼻子也总能跟神扯上点什么关系。熊的经历让这几个人感到了疑惑，幸福的人大抵相同，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而熊是迄今为止海贼王里最悲情的人，从小双亲被害，被当奴隶，朋友之上恋人未满的金妮被天龙人掳走糟蹋，收养金妮和天龙人的孩子波妮，为了给波妮治病，被改造成人间兵器批量生产，然后又被当坐骑被羞辱，最终他做的一切都被掩埋在暴君2字之下。难能可贵的是，熊吃尽了世间所有苦难，却依然保持着温柔与爱。这份爱除了没留给自己，他却给了所有人。正因如此，熊的经历不禁让这几个人产生了疑惑。首先，黄金帝德索罗想说，不是吧兄弟，这你都没有黑化，不要说养孩子，喜欢之人被天龙人抢走之后，我他妈直接就黑化了。从此德索罗就成了冷血无情偏执的追求金钱的黄金帝。德索罗用黄金疯狂弥补当年失去的遗憾，他要用当初没有的东西，现在多到用不完的东西支配所有人，最后到了疯球的地步。虽然黄金帝拥有全世界20%的财富，但他依然感觉一无所有。然后明哥想说，不是吧兄弟，这你都没有黑化，不要说给人当奴隶，被人欺负够了我就直接黑化了。明哥处理掉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之后，从此走上黑暗之路，成了黑道的带头大哥。只有彻底黑化，明哥才觉得能真正的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被人挂在城墙上。然后阿龙想说，不是吧兄弟，这你都没有黑化，不要说同为一族的父亲被天龙人杀害，泰格老大被人类杀害之后，我就直接黑化了。从此阿龙将所有的人类视为敌人，和同袍决裂，远走东海，祸害了娜美的村子，并且成了一个极端种族主义者，对这里的人随意出尔反尔，随意虐待，肆意宣泄自己的仇恨。然后霍古巴克想说，不是吧兄弟，这你都没有黑化，不要说你和金妮情投意合的这种关系了，光是为了我单方面舔的女生辛朵莉，我就直接黑化了。为了复活辛朵莉，从此霍古巴克从一个多次创造奇迹的天才医生，成了一个海贼，并且帮助莫利亚制造僵尸，侮辱尸体。原本还是乔巴的偶像，结果成了乔巴心里最差劲的医生。然后青雉想说，不是吧兄弟，这你都没有迷茫，为了给不是亲生女儿的波妮治病，可以毅然决然的接受改造，即便对方是给你带来这一切苦难的世界政府。光是我觉得海军没有正义，我就可以含泪痛打恩师了。其实熊的经历即使真的让他黑化了，感觉也可以理解。然而熊却没有因为他的任何一件经历而黑化。此后的日子里，他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波妮。即便世间如此黑暗，熊依然用旅行的话你想去哪里给波妮带来希望。即便波妮有着被生父嫌弃的疾病，但在熊这里却被视为最美丽的珠宝。这就是熊，不是熊的爱太过廉价，而是这个世界配不上熊的温柔。受尽苦难而不厌，此乃真正的修罗之道。草帽一伙之间的差别对待，在战斗中生死关头，他们都可以毫不犹豫地豁出性命保护彼此，创造了无数经典名场面。而在生活中又化身草帽幼儿园，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可是谁都不惯着谁。山治的差别对待，首先是称呼上，对山治来说，船上可以划分2类人，一类是娜美和罗宾，还有一类叫其他人，一般情况下不配拥有姓名。通过小伊万的问话，可以得知其中几个人在山治心中的地位。これが麦わらボーイの手配書ね。ああ、そうだ。これが海賊狩りのゾロ。死ぬこれが泥棒猫ナミ。か！い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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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が狙撃の王様ソゲキング。ああ。これがバナタ。違う！我要見なさい！然后是食物上，平时山治给船上的女生用的都是最新鲜的食材，精心烹制而成，给其他人吃的通常也是没有差别的精致料理。但山治坦言，有时候那些快要坏掉的食材就给路飞乌索普吃，毕竟他俩反正又不会生病，在态度上也截然不同。おかわりおかわり。てめえは自分でよそえ。おかわり私もおかわりちょうだい私もいただくわ。喜んで。娜美和罗宾的差别对待，
乔巴有着和娜美、罗宾无隔阂接触的权利，乔巴可以和他俩一起洗澡。虽然乔巴吃了人人果实，但本质上还是有物种上的区别，有这个特权。但乔巴更喜欢参加男生们的浴室大作战活动，其中娜美对待罗宾和其他船员也不一样，娜美不会对罗宾动粗，最多只是吐槽，而其他人全部都挨过娜美的拳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罗宾上船之初就交了保护费的，用1袋宝石收买了娜美，让娜美心服口服。罗宾呢，他在其他伙伴面前的表现虽然是腹黑了一些，但总归是温柔恬静的姐姐。可罗宾在弗兰奇面前可不是这样的，他就喜欢欺负和吐槽弗兰奇。在弗兰奇上船的时候，对弗兰奇施展了手艺，在恐怖3维帆船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把弗兰奇当垫脚石，踩弗兰奇的头，把他给蹬下去了。在弗兰奇合体巨型大皇帝以及托尼弗兰巴的时候，罗宾也是丝毫不给弗兰奇面子，虽然表达了极度的嫌弃，但更像是打情骂俏。索隆的差别对待，平时索隆把绝大部分的耐心和温柔都给了乔巴，比如一边锻炼一边给乔巴扇风，乔巴走不动时，索隆拉着他；过河时让乔巴坐在自己头上；洗澡时帮乔巴洗背；遭受惊吓时，只要索隆在，乔巴肯定会第一时间躲在索隆那里，等等等等。对比之下，经常不老实而闯祸的路飞，气得索隆曾经多次想要原地完结海贼王，开启剑豪王。面对日常和自己对卷的山治，索隆也是一点就着，但也都是刀子嘴豆腐心罢了。接下来乔巴的差别看待，平时乔巴和谁玩的都很好，主要是非常时期。在草帽团里，路飞、山治、娜美虽是乔巴结识最早的3个人，但是呢，路飞、山治把乔巴当储备粮，娜美偶尔会误伤他，乌索普把他当过鱼饵。对乔巴来说，还是索隆最好了，因为不会吃他。山治说乔巴是储备粮，也是吓唬他，但路飞是真敢吃啊。所以在乔巴这里，男神索隆好于母老虎娜美，娜美好于大坏蛋乌索普，乌索普好于刽子手山治，山治好于恶魔路飞。船员们和船长之间的私人恩怨，路飞作为草帽团的灵魂，虽然路飞经常闯祸，但关键时刻大家还是很服从路飞的。索隆坚决维护船长威信，表面上非常和谐的关系。可是当路飞的影子被装进大奥兹的身体里，奥兹的脚插在地下拔不出来时，索隆想起了自己经常被某人误伤，山治想起了自己准备的食物经常被某人偷吃，乌索普想起了自己的鼻子曾经被某人祸害过多次，乔巴想起了战战兢兢随时会被某人生吃的日子，弗兰奇想起了自己被某人用内裤威胁，罗宾帮不在场的好闺蜜娜美想起了船上的钱都是某人的伙食费。所以索隆带头率领群情激愤的大家上去对奥兹就是一顿暴揍，打完还立刻就跑了。这操作多少是带点私人恩怨，毕竟能这么痛快的殴打船长还不得罪他本人的机会可不多。罗宾有哪些才艺？罗宾多年混迹于黑道，再加上花花果实能力，让他有了一个独特的暗黑系才艺暗杀术。行踪鬼魅的罗宾当时悄咪咪的出现在梅利号上，甚至跟娜美搭了2句话，众人才反应过来。后来路飞打败老沙后把罗宾扛了出去，但罗宾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上了船。这种技巧加上非常方便的果实能力，罗宾在暗杀一些人的时候称得上易如反掌。罗宾也会画画，但和乌索普的涂鸦上色、娜美的绘制海图以及路飞的爆笑简笔画不一样。罗宾擅长速写和素描，闲聊之余就可以画出库拉肯和幽灵船，并且在扉页中开办过自己的画展。罗宾独特的画风中带有一种诡异的艺术感，和他卡哇伊的审美倒是很搭。罗宾表面上虽然安静温和，但这不妨碍他有着出色的表演才能和舞蹈功底。除了恶趣味的合体，他在自我表现的场合都不怯场，甚至罗宾还会弹类似古筝的乐器。当然，这些也是罗宾一方面作为特工的职业素养，更有利于开展工作。说到让人放松警惕这一点，罗宾还依托着很高的双商。很早就出来混社会的罗宾，可以说什么样的人都见过。在阿拉巴斯坦之后上船那会儿，就可以轻松拿捏草帽一伙，让他们在愉快的氛围中接纳了自己。对于索隆这种难啃的硬骨头，罗宾反而欲擒故纵，稍后再拿捏。罗宾还是个棋牌高手，打扑克牌69连胜。弗兰奇怀疑罗宾用能力作弊了，但是罗宾跟高利贷钱尼下棋也是快速解决战斗，把输进去的梅利给赢回来了。就算扑克牌用花花果实能作弊，但下棋嘛，最多是偷偷挪人家的棋子儿，就没那么容易操作了。所以罗宾这方面的计算逻辑能力的确很强。而且罗宾如果肯把能力用在赌博上，那肯定也是个赌博高手。而花花果实不仅能让罗宾有高超的赌博才艺，更能给他的情报技能加成，在人和物体上长出器官，轻松刺探情报。但是包括不限于长出手脚、眼睛、鼻子、耳朵、嘴，而是身体任何部位。爱看书的罗宾还有超强的学习能力，短时间处理大量信息和知识，可以很快的把一本厚厚的游戏规则看明白记牢，并利用规则取胜。这对从小就精通文本工作的罗宾来说，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再加上本身就是考古学家，
罗宾把实践和文本相结合，可以很快的把一件扑朔迷离的事情分析得头头是道。也正因为罗宾是解读历史正文的关键人物，所以会受到大佬们的青睐。毕竟这种技能是非常稀有高端的存在。罗宾自己的本职工作是行业标杆，工作之外也绝对称得上多才多艺，所以跟乌索普一样的，罗宾也属于艺多不压身，啥都会一点，就一点点。那些看起来很废，实际上很强的恶魔果实，在海贼王里有一些果实，也许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强，不过一旦放到特定环境或者开发到极致，那还是非常好用的。四分五裂果实，这颗果实目前来看就是巴基用来搞笑的，但即便暂时是这种程度，就已经显得很有用了。首先就是免疫所有斩击和切割，巴基不惧怕锋利，那把刀横过来拍他是不是也得怕？但是如果有强大的见闻色加持，巴基完全可以做到提前分裂躲避攻击，就像卡二的提前形变，这完全就很难死了。目前明哥和卡二都展示了能改变环境的觉醒能力，路飞虽然已经被定义成了动物系，不过他也能把地板变成橡胶。按理说四分五裂果实应该更能符合超人系觉醒的特质才对。如果是那样，四分五裂果实甚至能玩出阵果实和手术果实的效果。只不过现在来看，巴基要么是没开发到位，要么是其实他能，但他不知道。悄悄话果实，这是一直以来被评价为最废物的果实，相对来说确实废，不过就单单能和动物对话这一点还是挺有用的。因为海王类和象主都算是动物，想和他们对话都需要一些特殊的高端能力。悄悄话果实有时候还能当聆听万物的能力用。另外，海贼王里开打之前都比较重视情报，所以充斥着各种卧底和耳目，尤其是鬼岛上。而悄悄话果实完全可以利用一些动物更宽阔的视野和轨迹去收集情报。烟雾果实，曾经谁都打不过的果实，现在谁都打不过的果实。但是造成这一原因的并不是烟雾果实很弱，烟雾果实还是很全面的。能力者能飞，能封烟，能操控烟雾捕捉敌人，不仅和烧烧果实相克，甚至也许还能克制闪闪果实。而且有一点和瓦斯果实比较类似，凯撒的瓦斯果实可以抽干空气，创造无空世界。斯摩格的烟雾果实即便是没有毒性气体，起码可以烟雾封喉，让人窒息才对。当然凯撒和斯摩格他俩一样是体术没有跟上版本节奏。记忆果实，海贼王里不乏很 bug 的果实，比较有名的就是童趣果实和幽灵果实，但记忆果实这个真的也很 bug。虽然并不是具有攻击性的果实，但可以间接有，因为能力者可以读取、替换、篡改人的记忆。就比如布林把自己枪击雷九的记忆拿掉，接上了士兵开枪的记忆，雷九就会以为自己被士兵击中了，真传说中的断片了。往狠了说，改变一个人的记忆可以影响未来的走向，而且记忆一旦被篡改，你将变得不再是你，甚至变成另外一个人，还是很可怕的。波妮的果实能力，他的果实目前还没有官宣名字，一般都叫年龄果实，和剧场版 Z 里的倒退果实类似，但波妮所能控制的年龄范围更大，可以年轻也可以老化，还可以把年龄抽离出来变成珠宝。有了这颗果实，不仅能永葆青春，还不差钱儿。这是什么极品果实？当然物体也一样。路飞当时入门流萤后，第一件事就是内部开锁，结果波妮只是摸了一下锁，锁就整个老化掉了。有了这颗果实，溜门撬锁的话，流萤狗都不学。稻草果实，这颗果实看起来不强，主要是因为霍半仙痴迷于占卜，而忽略了自身实力的提升。高手过招，招招致命。稻草果实最好用的就是转移伤害，大大提升容错率。这颗果实如果是给卡普或者哪个霸气高手，感觉那就和无敌差不多了。比比果实，看侍郎的这颗果实一开始看也确实很菜，画的鸟飞起来都很难，后来知道这都是看侍郎作为卧底一直在隐藏实力。摊牌之后画的东西那是一个比一个屌，可以创造和自己完全一样的替身，然后创造了一个假玉田干掉了阿修罗童子，创造的火焰怪物可以压制大河。所以有没有发现比比果实和大妈的魂魂果实有点像，都可以赋予物体生命，而且出来的东西还贼强。比比果实更好的是能创造出本身并不存在的东西，还自带生命。当然比比果实应该需要一定的想象力和画工。寂静果实，悄悄话果实是颗原创果实，而寂静果实才算是在主线里被称为最废的果实。但其实众所周知，海贼王里除了鹰眼等少数人不需要喊招式名，大多数人都需要喊出招式名来释放技能，尤其是启明果实的索隆，太依赖果实能力的这种，只要不让他们喊出招式名，就可以让他们放不出来技能。而寂静果实只需要打个响指，就可以让海贼王里绝大多数人都放不出技能。所以原来寂静果实才是海贼王里最强大的果实。仅值100倍力的万能工具鹿乔巴，在草帽团里呢，身份和功能最多的船员乔巴乔老大当之无愧，大大小小涉及好几样，囊括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一点都不带片面的。首先是船医，梦想是研制出能治白痴、能治路痴、能治色批、能治喜欢胖子等等啥都治的万能药。当然万能药这事儿还没谱，万能储备粮这是当得稳稳的。储备粮这事儿早在乔巴加入前就等于约定俗成了。山治和路飞这俩人，一个厨子一个吃货，乔巴落他俩手里没掉块肉，那算是乔巴跑得快。
随后，路飞向乔巴发出了真诚的战术邀请，秉承着百年修得同船渡，一锅鹿肉秒下肚的储备原则。从此，路飞潜意识里没饭吃就吃乔巴的意识便根深蒂固了。不，有饭吃的时候，乔巴也比较危险。在阿拉巴斯坦战后宴会上，路飞光盘一口吞，顺带把乔巴也吃进去了。有饭吃的时候都避之不及呢。后来又因为山治被抓去结婚，路飞饿到极限了，那储备粮也就派上用场了。乔巴显然是一朝被他咬，10年怕路飞，撒腿就跑。路飞那是抓起乔巴就是丧心病狂的一顿啃。不要以为在船上乔巴的天敌只有山治、路飞，还有喜欢钓鱼、鬼点子贼多的乌索普。乔巴当时还以为乌索普是有什么重任要交给他，没想到是当鱼饵，还是钓空岛鲨鱼。所以乔巴不光是储备粮，还是储备鱼饵。在这方面，乌索普和路飞可以说是惯犯，因为曾经他俩还用薇薇公主的卡鲁亚钓过鱼，然后就结识了小冯。除了储备粮和储备鱼饵，乔巴还是个行走的暖宝宝。因为物种的优越性，乔巴自带一件鹿皮大袄。不光是路飞、乌索普喜欢挨着乔巴取暖，索隆和娜美呢更是懂乔巴的暖，还会让乔巴把自己的皮给脱下来。乔巴有时候不仅会忘了自己是医生，还会忘了自己的皮压根就不能脱。然而浑身是宝的乔巴，第一次50，第二次100，心态高低有些崩溃。顶上战争，路飞那招替罪羊，拿巴基挡鹰眼。曾经娜美被莫奈追的时候，用了几乎相同的一招，堪称是乔巴替罪羊。当然，并没有路飞、巴基那么恩断义绝。最后，娜美还是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乔巴，还好索隆赶来救场。不过因此，乔巴也被开发出了替罪羊功能。更何况乔巴平时还能当翻译，什么骆驼、云狼、功夫海牛，看这样子，别管什么物种，只要会嗷嗷叫2嗓子，能比划比划的，乔老大还都能给实时同步翻译出来。文可以，武也不差，把乔巴惹急了，那也是能把人家摁到地上一顿锤，可谓是能文能武，白菜价团宠。所以每当乔巴的赏金出来时，乔巴不仅怀疑人生，还要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个多功能廉价工具人。海贼王的右腕冥王雷利，年轻时的雷利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敢跟着还是该溜子的罗杰出海征战四方。雷利不仅是罗杰的第一个伙伴，两人也是从无到有，造就了一个时代。这种羁绊就相当于索隆与路飞。最后罗杰、雷利他们也如愿到达了最终之岛，雷利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王之副手。在此后的岁月里，雷利比退休老干部还自在，隐匿在海军本部隔壁的香波地当起了镀膜工人，可谓大隐隐于市。还有体贴的夏琪陪伴他，夏琪可是极少数没有因为年龄而崩坏的女人，当时还把布鲁克撩得神魂颠倒的。雷利除了当镀膜工人，平时就喜欢赌博、喝酒和漂亮妹子。然而就是这位连海军大将遇到都得掂量掂量的王父，初次亮相居然是在关人贩子的牢笼里，被当成一个普通的奴隶老头等待被拍卖。而理由也很奇葩，雷老爷子因为业余爱好繁多，缺钱，自愿把自己送到人口贩卖场，这波自己卖自己的操作属实牛批。之后除了在会场里捞钱，甚至如果真的有人买他，还想打劫他的买家。当时卡普听到拍卖场要拍卖冥王，也是哈哈大笑，忍不住对这位老对手调侃。因为当时要准备打顶上战争，卡普也就把雷利这件事给压下去了。不过敢关押冥王雷利的人也是眼拙，不知道这可不是一般二般的老头。在人鱼凯米被这帮人蹂躏之时，雷利便使用霸气轻松放倒了这个粗鲁之人。身边的巨人对此还很诧异，雷利则是非常低调，称自己只是个镀膜的老头子，比较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而已。嘴上这样说，当然不仅如此。其实当年雷利海上遇到危险时，小巴曾经救过雷利一命，而罗杰海贼团和尼普顿也是老交情了，雷利对人鱼和鱼人们是很亲切。之后路飞等人大闹拍卖会场，还一拳暴打了天龙人，喝光了身上的酒的雷利也只好出去看看热闹。有些破烂的披风，强者标配的腿毛和拖鞋，当他看到受伤的小巴后，强大的霸气瞬间震晕了抓捕逃犯的侍卫，横扫会场的霸气，在场的所有人不禁目瞪口呆。雷利和路飞第一次见面，他看到了路飞头上无比熟悉的草帽。虽然雷利隐居一处，但对外面的世界了如指掌。曾经香克斯提到的这位叫路飞的少年，果然有点东西。雷利终于等到他了。雷利用流鹰取下捏爆了凯米的爆炸项圈，让大家离开这里。但是路飞暴打了天龙人，性质恶劣，气得战国脑仁疼。身为大将的蒙奇帝黄猿请求出战，在路飞一伙被大将逼入绝境之时，雷利及时赶到，化解了危机。为了让草帽一伙逃离，老雷和老黄无比默契地展开了剑术对决。雷利宝刀不老，将黄猿的脸划出一道口子，而担心着草帽一伙的雷利面对大将也占不到太多便宜。此时熊突然闪到雷利面前，说道：我和老黄我是革命军的人，一切按剧本行事。之后草帽一伙人被熊挨个拍飞到世界各地。黄昏来临，老黄也不想加班，于是抓了几百个小海贼回去糊弄交差了。在顶上战争之后，雷利偶然得知了路飞与女儿岛有微妙的联系，而夏琪更是凭直觉猜到了女帝已经爱上了路飞。
在这个世界上，比预见未来更高级的见闻色是女人的直觉。就这样，雷利一人游过了海王类扎堆的无风带，到达女儿岛，并阻止了路飞仓促与伙伴们重聚。以他们现在的实力，无非是再次送人头。不久之后，雷利、路飞、慎平三人重返马林凡多。在两人的掩护下，路飞敲响了奥克斯大钟，并在白胡子震出的裂缝中投下一束花，以示缅怀，向伙伴们传递了重聚时间由3天变成2年的信息。路飞明白了，只有不断变强，才有实力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于是决定潜心跟雷利进行长达2年的修炼。为了不影响路飞，雷利还把上头的女帝给支开了。知道雷利是为了路飞好，女帝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路飞钻进深山老林中。雷利将三色霸气的使用心得一一传授给路飞，在雷利的悉心教导之下，路飞的实力突飞猛进。2年后，草帽一伙都有了质的飞跃。看到这一幕的雷利也是无比激动，路飞举起双拳感谢雷利。78岁的老爷子不禁流下热泪，回想起和路飞2年间的点点滴滴，又看到路飞如今的成长，雷利是不舍，但更多的是欣慰。他亲自为徒弟送行，冥王2字吓得追击的海军双腿发软。向顶点前进吧，雷利如是说道。想当年他也曾是那个满腔热血的少年啊。起航了雷利，罗杰的那句话似乎还在耳边回荡。虽然雷利不会跟随新时代的人扬起风帆，但他却以另一种方式重新起航了。海贼王里的那些狠人大将四皇作为海贼世界的战力天花板，不说是人见人怕，但是也没有多少人敢惹。不过有这么一些人抱着凭什么你是四皇大将我就要怕你的信念，打1-2个四皇大将那还不是有手就行，上来就干的狠人。罗杰自首的时候，狠人金狮子当时并不知道罗杰是自首的，感觉罗杰被捕这事儿也就动漫里敢这么演，漫画里敢这么画，一气之下独闯海军本部确认此事。毕竟作为一生死敌，罗杰更是他认可的人，遇到时任大将战国和能当大将但不想当的卡普，金狮子根本不再怕的，还对其怒喷，罗杰怎么可能让你们这群废物活捉了。卡普战国无心插柳柳成荫，不想钓鱼钓大鱼，于是合力将来看罗杰是不是被活捉的金狮子活捉。之后金狮子自断双腿越狱，成为推进城第1成功越狱的犯人。航海生涯坎坷的金狮子属实算得上一个有血性的狠人。狠人杰克老哥的光辉事迹实在牛批，金狮子这么强，一起打了卡普战国都被虐惨了，杰克老哥一口气挑战战国藤虎外加鹤。战胜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奥利给把船靠上去，兄弟们，活捉3个老头老太太，解救民哥，结果差点被干成木乃伊。杰克之后还有奎因，对着来讨红豆汤的四皇大妈，一口一个臭老太婆，一口一个不给不给就不给，属实把只想讨口饭的大妈给惹急了。奎因赏金13亿多，确实挺多了，但是在40多亿的大妈面前依旧是个渣渣，何况还是饿了的大妈。面对挑衅的奎因，一记摸头摁地杀，然后打得奎因毫无还手之力，直到打回气球原形。杰克奎因不得不说，天下狠人千万，凯多这边占一半。西德和路飞应该是为数不多的新世界四皇惹了仨的狠人。剑网瘾中心狱友，路飞还直面过3大将，但是路飞有主角光环，狠就狠了。西德时运不济，越挫越勇，无比痴迷于挑战红发，把红发的头发剃了，那还不是有手就行？红发表示有手就行是吧？好，那就把你的手没收。在狠人里面，老沙还是非常幸运的那个，毕竟55开 buff 加持，阿拉巴斯坦丢掉的面子，老沙顶上战争就要加倍拿回来。四皇白胡子、大将赤犬、元帅战国、七武海鹰眼民哥，只挑有牌面的怼，最后只是破了点皮，流了点血，惹了一个遍还能全身而退，悠哉悠哉的看报纸。当然，在海贼世界里，想当一个狠人，需要无比的勇气和魄力，毕竟人不狠，站不稳。即便是被打得头破血流，也要狠一个看看。海贼王里那些小迷弟们的骚操作，除了像巴托洛米奥这种造了一艘融入了草帽团元素的海贼船，还有像乌索普的小迷弟雷欧以及东塔塔小人族。后来他们把自己的船取名为乌索兰杜号，并且船头的装潢是乌索普扭转德岛战局的惊世表情包。当时雷欧代表小人族战后加入了草帽团的麾下，做了5号船船长。不过他们的精神领袖正是带领他们下晕砂糖的乌索普大神。而乌索兰杜号也体现了他们对巫神的崇高敬意，一起把乌索普看作救世主的还有6号船船长巨人海尔丁。海尔丁和他的巨兵海贼团本来是属于巴基的巴基速递派遣公司的，而且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乌索普的个人魅力，最后加入了草帽麾下。巴基大神这是被乌索普大神稀里糊涂的挖了墙角啊！当巴基大神得知了这个消息时，也是极度懵逼啊！这意味着蒸蒸日上的公司要面临业绩下滑，这也可以看作是乌索普大神和巴基大神的间接 PK。巫神一战封神，收获众多迷弟，造成的连锁反应居然还波及到了其他领域。然后是索隆的小迷弟刀神约瑟夫和剑圣强尼，他俩是索隆当海贼猎人时期结识的好哥们儿。当时索隆先手抢了他们价值500万的目标，了解情况后呢，索隆就把这个悬赏饭送给了2人，只要了1顿饭钱而已。
当时约瑟夫·强尼还是俩洗剪吹，哥仨在一起，怎么看怎么像个红黄绿灯组合。后因为索隆出手相助救了他们，之后便以索隆大哥称呼索隆。这俩小迷弟干过最牛批的事情就是海上餐厅那会儿，当鹰眼嘲讽索隆的时候，两人拔出刀来就想上去砍了鹰眼，因此就有了幸得路飞及时阻拦，不然鹰眼可能也得像香克斯一样丢点什么东西在东海了那个梗。虽然是个玩笑，但是约瑟夫·强尼这个操作是很讲义气的，别管对方是谁，侮辱我们大哥那就跟他们干。不得不说呀，前有约瑟夫·强尼砍鹰眼的狠脾气，后有巴托洛米奥烧红发的海贼旗，草帽团的小迷弟一个比一个牛批。山治的小迷弟迪巴鲁，如果说乌索普是一个人拥有2张完全不同的悬赏令，那山治就是1张悬赏令牵连2个极其神似的人。而且迪巴鲁一开始因为这张悬赏令，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他是非常痛恨山治的。山治表示，我的悬赏令是很抽象，但是我靠，还真他妈有这么抽象的人存在啊！关键名字还是我的名字呀！所以这俩人一见面仿佛就是血海深仇。迪巴鲁被无比羞愤的山治整容踢直接给踢成了一个帅哥。事后变帅的迪巴鲁不仅消除了对山治的仇恨，还成了山治和草帽团的小迷弟。后来在香波地帮助草帽团寻找凯米的下落。在路飞他们被分散的2年里，除了熊守护着桑尼，迪巴鲁也率全部伙伴誓死保卫桑尼号，最终让那些绑架集团的阴谋没有得逞，而且一直以少东家称呼山治，可以说是非常忠心的小迷弟了。此外，路飞还有一群很特殊的小迷弟和小迷妹，在阿拉巴斯坦遇到的功夫海牛一身武艺傍身，当时把乌索普给揍趴下了，后来被路飞制服，就集体成了路飞的徒弟。功夫海牛因为顶上战争后从报纸上看到了师傅路飞的消息，因而模仿路飞在胸前画了个叉叉8，而且这海牛老大还会武装色霸气，功夫不俗，手下还有海兽海贼团，一群小可爱勇闯新世界，可以说是非常可爱励志了。各种外挂小技能傍身的布鲁克，要说草帽团里谁能隔3差5就能干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胖子王布鲁克必定要有一席之地。别看布鲁克90岁高龄了，一把老骨头还能跟路飞他们一起沙雕，他就属于那种昨天能被一坨史莱姆吓得坐地上站都站不起来，明天就敢单挑4皇大妈，顺带还秒一群象棋兵的人。反正从布鲁克身上出现什么骚操作都不足为奇。而且作为黄泉果实能力者，布鲁克可以在水面上健步如飞，是因为一把骨头身轻如燕，轻功水上漂自然不是什么难事儿。这个小技能不仅溜之大吉的时候可以用，主要是装逼。看吧，大海都要给他一个面子，毕竟路飞如果掉海里，还得是麻烦索隆、山治、慎平、捞尸大队上场。当时布鲁克展示这个小技能的时候，路飞这伙人着实都看懵逼了。要说最实用的小技能，当属是灵魂出窍了。这一招刺探情报，那是屡试不爽。就这么悄咪咪的穿墙而入，运气好了还能撞见历史正文。就布鲁克胖次王的属性，估计平时是没少用这玩意儿一睹为快。虽然不如隐身果实和战斗服到位，但好在隐蔽性也不错。除了刺探情报，还能用这东西吓唬人。在和之国，就是稳稳抓住了这里的人封建迷信根深蒂固的特性。人堆里无脑一顿窜，那是吓得人家嗷嗷乱叫，撒腿就跑，不用打架，不用见血，反正就是使劲搅和，成功保护了罗宾，事半功倍。除了这种瘆得慌的骚操作，还有一声不吭的就突然把头给掰开，其实是个随身空间。不过其他人呢，也多多少少有自己的随身空间，比如路飞的百宝当和娜美的百宝奶。像布鲁克这种直接掀头盖骨的，对没死过的人来说，多多少少有点原地去世的感觉。吓得第一次看到的兔子和慎平，属实是傻了。当然，让他们傻的不光是头盖骨，是布鲁克从里面拿出了大妈的历史正文踏本，也就是复印件。当时布鲁克去宝物间撬大妈的历史正文，没多久就被赶来的大妈堵里面了。后来才知道，正是这个小技能可以让布鲁克把复印件藏了进去，而且还大大方方的把4皇大妈给睡了，并且这一撬就是撬到了3个。着实让在场的人服服气气的。还有喝牛奶、补身子、补牙齿、补骨头的操作。我没有耳朵，我没有眼睛，我没有鼻子，我没有嘴巴，我没有肉的骷髅冷笑话，可以活跃气氛。所以别看布鲁克就一副寒酸的骨头架子，那全身上下全都是让人迷惑且实用的小技能啊。